欢迎来到巧儿造咖，我是巧儿。这一集呢，来做台湾的经典小吃挂包。因为今年是虎年，加上挂包呢，像是老虎含着一块猪肉的样子，又称虎咬猪，所以今天呢，还会另外制作一个虎纹的版本。挂包看起来很朴实，但是要做到专业也是有点难度的。刚开始呢，我做的版本都不够松厚，一直被小当家碎念，厚一点，再厚一点啦。后来呢，我才找到方法，做出松厚的版本。这个食谱分2段，一开始有中筋面粉、速发酵母、水跟牛奶。搅拌均匀，像一团面糊之后，就放着半小时。再回来看它，这时候已经有筋性的形成，再加入剩下的面粉、砂糖跟一点油，材料很单纯。开始揉面，约10分钟。如果你用搅拌机的话呢，大概7分钟就可以了。揉到3光的状态，面团光滑、桌面光滑跟手光滑。通常中式面点就会到此结束，不过像挂包、馒头这类，因为追求呢表面要很细致，然后不能有大气泡，面团揉完之后会另外做压面的步骤，就是呢把它整个擀开再折起来，重复个2到3次。虎纹挂包的部分，先来调色，黄色、橘色各半。单纯只有黄色看起来会像雨衣，只有橘色呢像南瓜，综合一半呢才会比较像是老虎的颜色。用浓缩的膏状色素呢，大概各滴2滴就够了。要注意一下，你的台面会不会吃色？担心的话呢，可以垫个垫子。虎纹挂包呢，压面这个步骤刚好会帮助颜色混合均匀。用手揉的话呢，混合时间会需要大概3分钟左右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理石纹路真的很漂亮。用机器打的话呢，就蛮快的，大概1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那记得保留20克的面团，把它染成黑色。使用伊莱克斯舒肥蒸烤箱的发酵功能，基础发酵30分钟。发酵完成，再度把它擀开，去除大气泡。卷起，拿各分成3等份。挂包1颗大概70克到80克都可以。滚圆，松弛15分钟。这段期间准备底部垫的烘焙纸。小提醒，不要硬钉，不用烘焙纸，或者是用其他纸，像是蜡纸。不然呢，底部都会粘皮。最后的翻车事故现场，有我的前车之鉴给大家笑笑。挂包的塑形很简单，从中间往上下擀开成一个椭圆形。那不要擀太薄哦，面皮的厚度呢大概0.5公分左右，因为今天是松厚版本。边缘呢会有气泡，用手把它压一压。
刷子沾油涂在面皮一半的部分，薄薄一层，对折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涂油的功用是最后挂包呢很好搬开。接下来做虎纹，黑色的面团切成细细一条一条的。再看一下我们美丽的老虎，你会注意到虎纹的两端都是尖尖的。关键来了，如果你直接把条状的面团粘上去，发酵啊蒸完，它会膨胀2到3倍，看起来就会很粗，很像水蛭，不像虎纹。你会觉得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所以呢，在这个阶段要把它擀成很薄很薄，然后用刮板切细，保持两端尖尖的。用小刷子沾点水，把纹路呢一面沾湿，就可以粘在面皮上。那纹路可以随意一点，粗细啊、长短不一致，这样最好。因为自然的虎纹呢，它其实也都蛮随意的。耶，有没有很像虎纹啦？那去2次发酵吧。2发时间呢，大概40到50分钟啊，也不要发太久，不要让它过发。发酵期间，来看看今天的猫咪食堂，现在放饭都很热闹哦。好几只小猫呢，我们从出生开始照顾它们，以前好小只，现在呢都比贝狗胖2倍了。大黑这位里长伯呢，还会帮忙管秩序。发酵完已经厚厚的了，准备来蒸它。伊莱克斯舒肥蒸烤箱有好几种蒸汽的模式，选择全蒸汽，温度设定85度。预热温度一到，进炉蒸12分钟。烤箱的好处呢，是你一次可以蒸很多，而且过程都看得到。时间到，关机，开个小缝，让它慢慢降温，避免挂包因为温差太大塌陷，焖个5分钟后再出炉。表面光滑，有像婴儿皮肤嫩嫩的挂包完成。这个厚度很 OK， 虎纹的版本看起来也很不错。没有蒸烤箱怎么做？没关系，这里呢是蒸笼的版本。水滚之后放上蒸笼蒸个12分钟，中间不可以开锅哦。结束后关火，夹一个筷子留个小缝，让它慢慢降温。一样的原理，也是焖个5分钟再开盖。蒸笼一样很成功哦。控肉的部分我这一次也有做，简单带过。既然呢烤箱有舒肥的功能，我想说我一定要试试看。猪肉先烫过去腥，卤汁的辛香料葱、姜、蒜、红葱头先炒过爆香，加入八角、桂皮、冰糖、米酒、酱油跟水，煮到小滚。一起呢跟五花肉封好。选择舒肥模式，设定80度。6个小时。舒肥控肉的特色呢，是它的皮很 Q， 然后肉非常多汁，整体呢的质感是 Q 弹，然后不会软烂，吃起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种油腻感，跟单纯用锅子小火炖煮的控肉呢，那个口感不太一样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当然呢，我知道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舒肥机，
还有就是不见得婆婆可以让你卤6个小时，所以呢这就看人，见仁见智。你没有的话呢，一样可以做，就直接放在卤汁里面卤个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那肉呢，可以前一天卤好，隔天再来做面皮。组装时间，正宗的台式吃法，加入酸菜，放入控肉、香菜跟花生粉，这就是我超怀念挂包的味道。虎纹的版本也来一个。这个版本的挂包呢，它吃起来有鲜奶的香气，蒸完整个很蓬松，充满空气感，带点甜味。不只配控肉，只要像咸的东西啊，像是照烧鸡腿啊、牛肉片都很好吃。来到本集的翻车事故现场，我的各种翻车是为了你的成功铺路。先来说说几个最常被问的问题。为什么挂包做起来黄黄的？这个呢，完全跟你的技术无关，跟你的面粉有关。推荐使用专门的包子粉或者是粉心粉，灰分的成分比较低，做起来的挂包呢就会偏白。之前呢，我的烘焙纸刚好用完，我想说用蜡纸代替好了，结果粘到崩溃。有一次呢，我懒得用，直接呢放在矽胶垫上，再度粘到崩溃，所以一定要用烘焙纸。然后研发的过程当中，我一直觉得说它不够蓬松，所以我就开始自作聪明，想说那先延长发酵时间好了。结果果罚就看起来像现在这样，或者是加入泡打粉，做出来呢组织都会怪怪的，然后吃起来粉粉的。那我把泡打粉整个拿掉之后才恢复正常，所以默默累积蛮多翻车的。好的，这就是本周跟大家分享超软超厚的鲜奶挂包做法，原味虎纹2种版本。现做的挂包真的很好吃，完全大胜市售那种冷冻的挂包。如果你喜欢本次的分享，记得帮这个影片按个赞加留言，是对我最好的支持。我是巧儿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